有人因祸得福追回了前妻，这个人就是喜剧演员班史提勒。据报道，他和前妻一见钟情，结婚后一起相守了17年，即便后来分开，仍对彼此念念不忘。离婚后5年里，两人从未移情他人，如今复合，也再次给了他们幸福相守的机会。此外，这位喜剧演员不仅是个痴情种，而且在喜剧界的声望很高，甚至是美国前总统小布希都是他的粉丝。前妻名为克里斯蒂娜·泰勒，同样是一名演员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两人因戏结缘，也一见钟情。虽然合拍的电影最后没能上映，但他让这对年轻人成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他们恩爱如初，并在一起相守了17年。期间，史提勒患上前列腺癌，手术后虽成功康复，却留下了大小便失禁、器官功能受损等一系列后遗症。但妻子仍对他不离不弃，陪他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如此美好的感情，就连媒体都直呼羡慕。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熬过疾病和7年之痒的两人，最后选择了离婚。2017年，两人同时发布离婚声明。他们表示，带着对彼此极大的爱意与尊重，加上17年来我们作为伴侣共度的时光，如今我们决定分开。我们的优先考量是如何继续以父母和挚友的身份共同抚养孩子们，恳请媒体能在此时尊重我们的隐私。消息公布后，不少粉丝因此心碎，声称昔日爱侣就此决定分道扬镳，不禁令人唏嘘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如果这一对爱侣都离婚，那我们更没有什么希望了。由于两人都没有提到分开的理由，媒体自然对此十分好奇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知情人士出来表示，是男方工作繁忙，常常没有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，所以他美好的家庭摇摇欲坠。还有狗仔扒出，早在2000年，他们就已经处于分居状态，但是由于夫妻利益，所以迟迟没有公布离婚的消息。这个说法由于没有什么证据，所以只有少数人选择相信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尽管离婚，他们在这之后却仍保持友好的朋友关系。在一次颁奖典礼上，他们还同框合照，并友好互动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他们即将复合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。事实证明，外界的猜测没错。今年2月，两人宣告复合，理由是当初因为疫情封城，他们因为想要共同陪伴孩子，所以搬到一起，而这一同居就相处出了感情。美版的 Esquire 杂志专访中，史提勒表示，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的关系也渐渐变好。我们先前分手了，但又复合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美好，可以说是在疫情下衍生出来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。说法有理有据，不过只有少数的粉丝相信这个说法。因为在2021年的一场美国网球公开赛上，就有路人发现两人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看球，所以要说他们复合，也应该旧情难忘。而这个说法也确实不是凭空猜测。据悉，两人在离婚后的5年里，没有移情于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和他人有过任何约会的经历。有媒体称，能在充满诱惑的好莱坞里保持单身5年，不是忘不掉对方，就是这辈子都没有谈恋爱的欲望了。另外，有网友表示，他们的孩子一个已经17岁，一个15岁，俨然已经是一个小大人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家长的陪伴，所以无非就是两人余情未了，想要复合，找个官方点的理由罢了。总之，众说纷纭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对恋人再次找回了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。同时，此次复合，史提勒也带来了自己的新作品《人生切割术》，众多影迷对此都表示期待状态。毕竟有这位喜剧人出现的电影，都无需怀疑作品的质量。1965年，史提勒出生在美国纽约市。由于父母亲都是60年代最红的喜剧演员，所以他从小就认识不少好莱坞的明星，比如闻名全球的歌手约翰·兰农，又或者被誉为最成功的詹姆斯·邦德的演员罗杰·摩尔。强大的朋友圈带来的自然是源源不断的资源，所以他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摄像机，并开始制作影片。
2年后，他贡献了自己的处女作，导演是广为人知的史蒂芬·史皮柏，和他同台飙戏则是同时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的克里斯汀·贝尔。但饶是起点如此之高，他内心依然没有得到满足。他表示自己更想成为导演。7年之后，他带着作品卷土重来，电影名为《4个毕业生》，虽然票房大卖，但最后获奖的是其中2名演员，他们共同获得了 MTV 的最佳接吻奖。对此，史提勒没有灰心，他声称好的开端总比坏的开端要强。1996年，他执导了电影《王牌特派员》，同时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罪犯。不过获奖的依然不是他，而是主演金·凯瑞。不过他也并非一文不值，相关影评人称他通过少有的戏份展现出了可圈可点的演技。自那以后，他发现了自己在喜剧方面也有天赋，于是他开始尝试不同的喜剧电影风格，并再次以演员的身份和劳勃·迪尼洛一起出演了电影《门当户不对》。这个系列的电影不仅深得普通老百姓的心，就连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和前第一夫人都很喜欢。为此还有一个段子，小布希第一次在戴维营会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时，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，除了发现他们所用的牙膏都是同一个牌子外，还发现了他们所喜欢的电影竟然都是一样的。随后他们还坐下来一起看起了电影，这部电影就是《门当户不对》。此外，前第一夫人罗拉·威尔士·布希在一个媒体的专访中也直言过，自己喜欢的演员就是班·史提勒。片子大受欢迎，史提勒自然信心大增，所以他再次亲自上阵，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《名模大间谍》。这次他舍弃了以前的深沉风格，运用各种夸张表现以及自黑言论，把超模这个圈子里的怪象统统展现在观众面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电影的出演嘉宾也是一个比一个身份高贵，甚至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，而他们在其中扮演的也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。2006年，魔幻喜剧片《博物馆奇妙夜》上映，同样是史提勒主演的电影。影片中，他继续扮演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灵活的角色。2年后，他带来了该部电影的续集，上映的首个周末就拿下了票房冠军。同年，他还推出了一部作品，由他与杰克·布莱克、小劳勃·道尼和汤姆·克鲁斯等一同出演的《开麦拉惊魂》。新鲜有创意的讽刺和恶搞令票房一路飙升，还获得了当年的好莱坞电影节年度喜剧奖。但要说他最让人熟知的作品，那还得是电影《白日梦冒险王》。电影照旧由小人物的故事展开，一个埋头在杂志社处理底片的普通员工沃尔特·米蒂，做着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工作，重复而平淡的工作冲走了他年轻时的激情，剩下的只有每日幻想。胆小自卑的沃尔特只敢看着别人冒险，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女神约会的场景，在现实中却不敢迈进一步，直到他弄丢了著名摄影师的闭关之作，为了弥补失误，不得不踏上旅程，去经历他脑海中幻想过的那些冒险，去寻找摄影师本人。片子上映之后，好评无数，虽然没有获奖，但无数人被此鼓舞，声称有梦想就去实现，不要因为路有阻碍、途有险难而轻易放弃。如今，史提勒不再像以前一样高产，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自己的导演职业。他曾表示，对我来说，做导演比演员要更充实得多。另外，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，而该公司也在2020年与 Bold Films 达成了合作。据悉，后者是一家专注于独立电影制作和融资的公司。这次合并使他的公司财务状况更加稳定，所以观众可以期待一下，他或许未来更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